朋友們，大事不好了！從昨天的局勢發展來看，中東戰爭正在失控，而且戰爭正在擴大化。發生了2件事：第一，由於突破不袭擊能源設施的底線，昨天首先空襲了伊朗南帕尔斯油氣田。這個油氣田是伊朗關鍵能源基礎設施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氣田。德國《世界報》認為，把伊朗這個油氣田炸了，甚至呢比當年某國轟炸德國北溪輸气管更為嚴重。於是，出於報復，伊朗就襲擊了周邊海灣國家的能源基礎設施，比如說襲擊了卡塔爾還有沙特。昨天發生了第2件事，由於一舉端掉了伊朗的重要人物拉里贾尼等。由於是弹丸小國，以謀殺恐怖主義立國，確實是毫無底線。他甚至還說，這並不是結束，後面還有更多驚喜。拉里賈尼這個人啊，在伊朗他屬於強硬派，但是呢，他同時又屬於務實派。對內，他可以在伊朗各派勢力之間縱橫；對外，又可以與其他西方國家以及阿拉伯國家對話。那麼現在他被魷魚解決了。那麼，這個與西方以及與阿拉伯國家对話的大門也就永遠關閉了。這就是魷魚想要的，因為呢，魷魚不想停戰，而且現在是把美國死死地綁在他的戰車上。這下我們看到了吧？美國被逼着與伊朗繼續戰鬥下去。其實剛開始的時候，美國是想複製委內瑞拉的模式，速戰速決，但是現在已經深深地掉入了伊朗這個泥潭，拔不出來。所以以前我說了啊。魷魚就是美國的爸爸，你看這下沒錯吧？而且昨天，美國申請了2000億美元的特殊戰爭撥款，特朗普昨天還說有可能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。如果真這樣的話，真的是要打持久戰，美國肯定是瞧不起的，因為伊朗並不是伊拉克，也並不是阿富汗。伊朗有近9000萬人口，還有16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它有戰略縱深，還有伊朗有生產能力。它可以生產武器，所以伊朗有能力打持久戰。目前看来，美國是在幫魷魚擦屁股啊，幫他的爸爸擦屁股。那麼這樣打下去的話，美國的末日也快到了。而由於現在看見形勢不樂觀，拖美國下場，其實是在下最大的賭注。前面提到，作為報復，伊朗立即襲擊了周圍海灣國家的能源基礎設施，卡塔爾的損失非常慘重。有16個關鍵能源基礎設施，其中的3個被毀了，造成了年收入約200億美元的損失。200億美元呢？由於也對沙特進行了打擊，所以呢，沙特也非常的憤怒，對伊朗發了狠話。這麼下去，只能激化矛盾。朋友們，你們是不是也認為海灣國家被炸，是不是也實屬活該？誰叫你們讓美國在那裡駐軍，提供軍事基地？而現在看來，這些軍事基地是用來對付伊朗的。既然美國從這些軍事基地對伊朗實施打擊，那麼伊朗當然有權把你們作為參戰方了進行打擊。所以他們這麼被打也實屬活該，並沒錯吧？而且過去我們可以看到，伊朗還是太仁義了，他沒有對魷魚的一些敏感的民用基礎設施進行襲擊。其實如果伊朗像魷魚這麼沒有人性，伊朗早就應該對魷魚的任何敏感基礎設施進行轟炸，比如說電廠、海水淡化廠、港口、機場、水壩等等。因為目前看來，在中東正在進行一場魚死網破的鬥爭。反正現在看來，大家都可能同歸於盡。那麼目前看來，中東彈丸小國的魷魚死得最快，因為它人口只有不到1000萬，而且沒有地理戰略縱深，所以他才把美國拉進來呀。他在下一個最大的賭注啊！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，昨天有6個國家共同發了聲明，表示協助護航霍爾木茲海峽。這6個國家除了日本之外，其他都是歐洲國家。這5個歐洲國家是英、德、法、意大利還有荷蘭，加上日本就是6個。當然，這6個國家並不是積極響應美國的號召到霍爾木茲海峽護航，而是出於自身保命的需要。日本這個國家90%或者90%以上的能源來自海灣地區，現在這個地方的能源斷了，日本短期內這個國家就會崩潰，工業生產會停頓，日常生活受到極大的影響。所以日本現在趁這個機會，一個是復活它的軍國主義，另外一個呢，
不得不到這個地方進行所謂的護航，也是為了保命需要。其他5個歐洲國家也一樣，對我來說活該。雖然我是德國公民啊，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啊，當初2022年的時候，這5個歐洲國家也是特別積極的配合美國對俄羅斯能源進行所謂的制裁，搬石頭砸自己的腳，現在受到反噬了吧？當初這些國家怎麼說？我們要擺脫對俄羅斯能源依賴，但是擺脫了嗎？代價是什麼？擺脫了俄羅斯能源，但是對美國能源更依賴了，對海灣地區的能源更依賴了。而現在霍木茲海峽被封，或者這些中東國家被炸，能源沒有了，所以目前看來呀，這些國家的工業會陷入停頓，民生會受到极大的影響。這些所謂的傳統工業國家，目前看來他們的國運非常的凶險，這我認為才是他們到霍木茲海峽進行所謂護航的主要原因，而並不是響應美國。所以海灣地區不和平、戰爭擴大化，對這些國家都沒有好處。當然，戰爭沒有贏家，因為全世界經濟絕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。但是有2個國家，雖然呢也会受到損失，但是受到的損失最小。這2個國家呢，就是俄國和中國。俄羅斯我們可以看到啊，因為现在能源價格飆升，俄羅斯是能源大國，所以它可以高價賣出它的石油、它的天然气，賺得盆滿缽滿。可能呢，在1-2年之內，可以把西方凍結的那3000億美元左右的俄羅斯資產，可能都賺回來。另外，美國被拖住在海灣對付伊朗了。那就無暇再顧及什麼烏克蘭了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，烏克蘭變成了棄子，很可能啊，一個是俄羅斯大發能源財，賺得盆滿缽滿，另外一個，因為烏克蘭沒有西方國家的支持，那麼只能是乖乖的，可能成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，也就是有可能啊，我是說有可能，今後烏克蘭這個國家的名字都沒有了，變成了俄羅斯的一部分。這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啊，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。那麼另一個就是中國了，中國不參與任何戰爭，全世界現在最穩的地方是什麼呢？就是中國，而且中國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鏈，有最大的產能，所以只要世界上其他地方亂起來，中國不亂，那麼中國就可以源源不斷地向全世界所有國家提供任何想要的產品。所以呢，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一個是勸和，另外一個是開動生產機器，生產世界上所需的任何產品，不管是什麼民生產品，還是居民兩用產品，還是什麼無人機等等，都可以。所以可以推斷，接下來只要世界上其他國家亂起來，比如說中東啊、海灣地區打起來，对吧？他們也需要其他東西啊，需要活下去啊，需要物資啊，所以中國可以源源不斷提供。然後日本的產能萎縮了或者沒有了。還有歐洲的，德國是世界上第3大工業國家，能源價格飆升，它的產能肯定也受到很大影響。其他歐洲國家一樣，他們都生產不了，沒有那些原材料，沒有能源，最後只能是中國了。所以啊，這麼看來，中國坐山觀虎鬥，做吃瓜群眾，同時呢可以大賺特賺。還有一個，現在回頭看，不得不佩服啊，中國政府的高瞻遠矚。因為20年前就開始布局新能源了，降低對化石能源的需求。目前看來，這招高，實在是高。因為從過去這些年看啊，你看街上開的或者現在出廠的汽車，大部分都是新能源汽車，對化石能源的需求減少了非常的多。同時，大幅發展什麼光伏啊、風能啊等等，對不對？所以短期內從海灣地區可能有很少的石油、天然氣運到中國來，但是中國有強大的石油儲備，挺個100天是沒問題的。所以現在最不急的估計就是中國和俄羅斯了。還有一個，通過這次伊朗把美國還有把魷魚打得滿地找牙，把他們所謂天衣無縫的導彈防禦系統炸出了窟窿，而且通過這次戰爭，讓全世界看清了啊，美國自己的小命不保。你看那些軍事基地被炸得怎麼樣？他自己保不了，還怎麼能保護其他那些交了天價保護費的國家呢？所以美國沒有號召力了，美國的軍事成了笑話，美國成了一隻紙老虎，大家都看清了。
也就是美國今後不好帶隊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美國的軍隊非常的拉胯。美國以前的軍事霸權是世界公認的，但是这個神話現在已經轟然坍塌了，軍事霸權沒有了。那接下來這個美元霸權還存在嗎？肯定也不存在了，這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也許快的就是幾個月、1年、2年，慢的就是幾年時間。所以啊，中國一定要保持定力，不能亂。其他國家紛紛倒下的時候，那中國你穩定的發展，那麼最後勝出的肯定是中國。你們可以看到，目前的軍事，美國是這樣了，甚至打一個被數十年制裁的中等的國家伊朗都非常的吃力，而俄羅斯打烏克蘭，我們也看到了有多拉胯，对不对？原來被世界公認的軍事第一、第二的國家都是這樣了，那麼中國人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呢？所以前面我說了啊，中國的軍事早已是世界第一了，這個也沒有誇張吧？目前看來，越來越多的人，而且包括世界其他國家人，也更信任中國，能挑起這個大梁，那麼今後中國要號召起來踐行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，就更加容易了。說到這裡，我又想起了習主席所說的啊，100年未有之大變局。目前看來，好像正處在大變局的最關鍵的時刻。而這個時刻呢，還有一件事情，可能中國突然就可以解決了，那就是統一台灣的問題。美帝國倒下了，中國統一了，俄羅斯也遠遠不及中國。那朋友們，不遠的將來，在這星球上，誰是最後的王者呢？我想這個答案大家都知道了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接下來我們作為普通群眾吃瓜看戲，拭目以待。